大家好，我是道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鏡頭呢，是 Sony 新推出的100-400 f5.6-8。没錯，就在 Sony 呢剛刚推出了100-400 f4.5 GM 之後呢，突然呢又推出了一顆没有 GM 也沒有 G 的一顆相當有點赤裸的一顆100-400，我感到非常的驚訝。雖然之前網絡上呢一直都有 rumor 說會出2顆100-400，但怎麼樣都沒想到原來是真的啊！本來想說100-400 GM 出了之後呢，另外一顆無消無息，想說哎呀那個就是一個網絡上的謠言，但沒有想到呢，才沒過了多久，我們才剛做完了100-400 f4.5 GM 之後呢，這個全新的鏡頭就推出了。那麼在100-400 GM 都已經推出了，現在這個鏡頭有什麼特別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節目。好，在今天的部分呢，一開始我們還是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鏡頭的它的基本規格。首先要先講的就是呢，最大的特點呢，我認為它就是入門，不但沒有掛 GM， 它也沒有掛 G。我覺得在現在啊，其實 Sony 已經好久沒有推出像這樣一顆什麼都沒有掛的一個鏡頭。那在鏡頭的外觀上面呢，看起來也是非常的乾淨。相對於我們之前介紹的那些鏡頭來說呢，稍微素了一點點哦，但該有的按鈕呢也還是有的。比如說它有鏡頭的 lock 哦，所以你只要轉到100mm的時候呢，它是可以 lock 住的。另外一邊呢，有對焦範圍的選擇哦，你可以選擇是全區域跟3公尺到無限遠的這個位置，然後它有防手震的開關，另外呢也有一個自定義的按鈕哦，所以你要說它是一個很簡潔的鏡頭，其實該有的按鈕呢也是具有的。那這個鏡頭本身的重量呢是654克，所以它很明顯的就是一個非常輕便，而且呢就是很適合入门的鏡頭。它帶有遮光罩，口徑呢是67mm，也算是一個非常親民的口徑，你要裝濾鏡或什麼東西都非常的方便。雖然它是一顆便宜的入門鏡頭，但是呢它也是帶有2片的ED 鏡片以及2片的非球面鏡片。它的最短對焦距離呢在 100mm 也就是廣角端的時候呢是 1.13 公尺，在 400mm 也就是望遠端的時候呢是 0.86 公尺，放大倍率達到了 0.41， 不能當微距鏡使用，但是呢其實你要拍一些花或拍一些比較大型的像蝴蝶之類的東西，我覺得也是完全 OK 的。這個放大倍率我覺得算是還蠻好運用的。要特別注意一下，就是它是在望遠端的時候呢会達到最大的放大倍率，這邊我們也放上了在100跟400各自的，那拍攝起來最大的效果。對焦性能呢雖然不像100-400 f4.5 GM 那麼的誇張，但它也是帶有2個線性馬達。那實際上在使用上，如果今天你要去追一些快速飛行的鳥，可能會吃力一點點哦。但是呢，如果當鳥停在枝頭上，其實你不管是在辨識或什麼東西上面，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人物的跑動啊或者什麼的，其實都還是追得到。那在使用的體驗上面呢，我必須說，在畫質上面呢，單純以對到焦的區域的畫質表現呢，我認為在100到400的表現都非常的好。從 NTF 圖來看的話，大概只有在400端的邊角呢是稍微比較弱一點的，但在中線的部分，在光圈全開的情況下，表現其實就已經是完全是可用的狀態。我自己也覺得你有對到焦区域呢，其實銳利度是很足夠的，所以對於新手入門來說呢，購買這個鏡頭是完全沒問題。這個鏡頭它是可以搭配 Sony 的 1.4 倍跟2倍的增距鏡。我知道，當然裝起來的光圈可能會稍微變得有點小，我可能不是那麼推薦。但是呢，你知道有比沒有，如果你本來就具有那個增距鏡的話，它也是可以搭配的。在使用這個鏡頭的時候呢，我自己覺得，無論是你使用 Sony 的 A75 或者是 ACC2 這樣的機身呢，其實都很適合。因為 ACC2 我們直覺會覺得它是比較適合接小顆一點鏡頭，但因為它重量不是很重，只有654克，我覺得 ACC2 加上一個手把之後呢，在使用這個鏡頭的配重上是完全 OK 的。所以我覺得對於新手入門想要買一顆超望遠鏡頭的話呢，在這樣的機身搭配這個鏡頭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那你要說完全沒有缺點嗎？其實它在散景的部分呢，我覺得就是明顯的比起100-400 f4.5 GM 呢來的弱上不少。因為畢竟 GM 的強項呢就是散景，如果拍攝一些比較雜亂的樹林的話呢，還是可以明顯看到是有二線性的。那這個東西在不在意呢？我覺得就看個人哦。有的人可能會特別在意這個部分，那就稍微注意一下。那接下來呢，我想聊一下就是100-400這個焦段呢，到底可以拍些什麼東西？因为我覺得對於很多新手來說，使用100-400這個焦段的經驗算是比較少，可能想到望遠鏡頭，直覺就會覺得，可能是70-200哦。那如果你要用更望遠的鏡頭的話，好像覺得，那好像是專門拍鳥的人才會使用，或者是職業攝影師才會用到。但其實我覺得在現在這個社群時代啊，無論是在 IG 上面或在 Threads 上面，其實有越來越多年輕的攝影師呢，蠻喜歡使用望遠鏡頭來進行拍攝。無論從之前 RK 帶起的風潮，或者是現在各種那個網絡上的各種照片呢，我覺得活用
超望遠這個焦段呢，我覺得算是現在呢大家在拍攝的時候呢都必須要去特別注意到的一件事情。那我這邊就分享一些照片哦，我們透過一些照片呢來聊一下，就我覺得這個鏡頭呢可以拍一些什麼東西。那因為剛好在這一次拍攝的過程中，剛好環了一個島，所以我就拿一些在這一次在環島過程中拍了一些照片來跟大家分享。首先我舉個例哦，比如說你今天在烏石港拍攝衝浪的時候，我覺得這個鏡頭如果今天要幫你的朋友拍攝衝浪的話，我覺得100-400算是一個蠻好用的哦，就是如果你靠的離海更近的話，但因為畢竟我只是一个遊客哦，從旁邊經過，利用望遠鏡頭在拍攝海面啊，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哦。大家可以想象那個畫面，你一般走到海邊，你在拍攝的時候呢，就拍攝海邊的人，那個海會在比較低的位置，就是你會看到那個人的腳，然後再切齊出去海面。可是當你今天稍微真的有點高的地方，你用很望遠的焦段在拍攝海邊的人，你會發現那個海面呢是可以高過那個人的。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視覺上的效果。這樣去一些特別有斜坡的海邊的時候呢，我都特別喜歡用望遠鏡頭來拍攝。你可以讓人的背後呢全部都是海面，蠻喜歡這種效果。那我相信在拍攝衝浪或者是拍攝這類型的題材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做法。那或者你在拍攝一些在海邊的那些陽傘，大量陽傘排列的時候呢，利用這個鏡頭在拍攝，因為壓縮感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那當然不用提哦，你可以利用這個鏡頭來拍攝一些風景照片。直覺會覺得風景可能會使用廣角來進行拍攝，但海面上有一些小東西，比如說在烏石港那邊呢，在海面上會有一些獨立的可能燈塔或消波塊之類的構造，那它離海邊的距離呢有點遠。那你如果使用一般焦段的話，你可能會拍不太到，或者只能拍這些比較小的畫面。但你使用100-400的話，多半都能夠拍得還蠻清楚的。所以我認為呢，在各種類型的拍攝上呢，100-400都是一個蠻方便的焦段。那如果你要拍攝一些誇張一點的畫面，比如說你今天在一個廟裡面，像我這次在宜蘭找到一些比較大的廟，你可以利用那些廟的那個屋頂的結構呢，來做出一些有趣的構圖。因為一般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呢，你可能就是拍整個廟的屋頂沒有什麼特別的，但你今天使用可能200-400左右這個焦段呢，其實你可以站在一個比較遠的地方，把那些巨大的屋頂呢，無論是有照到光的地方，沒有照到光的地方，做一些交錯，能夠做出一些視覺上的蠻有趣的畫面，然後也可以做出那種很純粹幾何的感覺，我認為是很有趣的。或者是你可以把可能像釋迦牟尼的像，然後跟它背後的那些屋頂呢，利用壓縮感呢做一個結合，那在視覺經驗上面呢，可能也會比起單純的使用一般的焦段在拍攝的時候呢，增添一點點的樂趣。那另外也不得不提哦，這次在南方澳拍攝一些港口的畫面，我這邊在那個山上觀景台呢，我同時使用了100跟400來拍攝，可以看一下兩者之間的做出來的效果。100我可以拍到剛好整個碼頭的畫面，其實已經很密集了，我覺得那個效果其實已經蠻好的。但是你在看400的，你會覺得哇，400的視角在拍攝同一個場景的時候呢，可以做出這麼緊密的感覺。你會看到每一艘船緊密的貼在一起，他們又跟碼頭的水泥貼在一起，然後路上還有一些車在行走的畫面。我覺得那個視覺的效果呢，如果我今天從來沒有體驗過的話，我真的還蠻推薦可以有機會可以嘗試看看。那無論是拍攝像日出或者像日落，像在日出的時候呢，有些漁船剛好經過那個陽光打到的地方，你可以用很窄的視角呢，去讓它跟那些金光閃閃的海面做一個貼合，我覺得也是蠻好的拍攝的方式。那當然了，我就不用提，如果我今天在城市裡面，比如說我們在高雄，可能拍攝一些像海流啊，或各種建築物哦，你可以利用300-400這個焦段呢，只拍到建築非常小的部分，然後讓這些線條呢做一些重合，那我覺得可以達到蠻好的效果。很多時候呢，新手一開始，我在拍攝可能整個城市場景的時候，我會覺得很難構圖，然後畫面很雜亂。這時候用比較望遠的焦段在拍攝的時候呢，可以更輕鬆的去拍到建築物的細節，利用這些建築物的細節，然後相對的組合啊，那些縫隙啊、光線之類的東西，可以更好去幫助你去練習構圖這件事情。我也覺得，如果今天有機會使用這個鏡頭的話，無論是在拍攝風景啊，那當然那些鳥運動就不用講了。其實我覺得在拍攝城市，在拍攝各種建築也是很不錯的。那因為它的重量呢只有654克，我自己覺得，如果你今天要把它帶出國的話，也不會造成很大的負擔。我跟你講個很現實的，我當然知道100-400 f4.5GN 是一個很棒的鏡頭，但不可能出國永遠都帶那個鏡頭，真的太重了。如果今天我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我要去拍鳥，或者我要去拍一個體育賽事，我需要帶那個鏡頭，那當然。但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單純旅行，我是不會選擇100-400 f4.5GN，但是這個鏡頭它完全可以當做是一個使用率沒有那麼高的鏡頭，負擔不會那麼重，不可能 always 都拿它在拍照，你可能也不會覺得好像特別虧。比如說我今天在龍盤草原，我看到對面有個氣象球，我就可以使用這個鏡頭呢，把它拍
超大，然後呢，它就很像一個大太陽從海平面升起來的感覺，或者是今天剛好有一個很漂亮的夕陽，你就可以从这個鏡頭直接把它跟海平面做一個組合。我覺得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它拓展了你能夠觀察的視角，跟你能夠看到的視野。那我覺得這是攝影上面的非常有趣的事情，它跟超廣角一樣，完全脫離了一般人眼視覺能夠感受到的畫面的感覺。所以你沒有用過，其實你很難知道，就你是不是這麼喜歡這樣子的焦段。而現在這個鏡頭呢，我認為它在 CP 值上面呢是絕對 OK， 讓一個攝影新手也有機會能夠接觸到這樣子焦段的拍攝。如果你今天問我說我會不會購買這個鏡頭，我答案其實是會的。這個鏡頭我應該是會買一顆，因為目前為止我自己會覺得在使用 Sony 的70-200，那在搭配增距上面，因为增距鏡其實有點舊了，那我也還在期待 Sony 未來會推出全新的2倍增距鏡。那在這個過渡期，也許這個鏡頭就可以讓我補足我自己在200到400這中間空缺的地方。因為我自己拍攝的題材，我很喜歡拍攝，把台灣的一些田野，可能田埂之類的色塊搭配一些鐵皮的色塊去做一個我覺得很抽象的組合，那是我自己有興趣的題材。那我很需要300-400這個焦段，那就現在我而言，那我覺得這個鏡頭是一個不錯的選項。以上呢，就是我針對這個鏡頭呢，無論是在拍攝上面或者它規格上面的一些簡單的分享。那如果你對這個鏡頭有點興趣的話呢，也可以看 Sony 的官網，應該會有更完整的介紹。那如果有些問題你覺得是我們可以幫你回答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們盡可能去回答你的問題。我是道慈，好，希望你喜歡這集的節目，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嘍，大家拜拜。